欢迎各位来到不好笑就露宿街头。这谁说的？女人，你在玩哇！你说谁脸包头？你说谁脸包头？我看你抖音最近发的最火的一条，蹭的是妈妈的流量。我高考还可以啊，643分。我不是故意在 rap 后面讲这个的。朋友们，眼前就有2条路了，要不就承认自己怀孕了，要不就承认自己长胖了。是你怎么选吗？我当时立即马上就决定自己怀孕了。大老师，我平时真挺喜欢听你歌的。让年底那些音乐软件不是要发你的那个年度歌单吗？年度歌单。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去故意听那些小众的。那你意思是大老师比较俗是吗？他为了不发你得听20多遍别的歌。咸鱼便宜，咸鱼集市更便宜。本节目由咸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税。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喜之郎果冻多点关心多点爱指定产品赞助播出。连接你的热爱，本节目由大麦演出联合出品，买票上大麦。我说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全都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必须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后面来造几圈。让我们有请最直率的主理人翟佳宁。接下来有请最靠谱的主理人，脱口秀天花板周奇墨。有请最暖心的主理人小鹿。有请最热闹的主理人，欢乐氛围的制造机大张伟。老师好，老师好，哎，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来一圈，来一圈，打一圈，打一圈，谢谢各位。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一周最开心放松的时刻，不好笑就露宿街头。那今天这位朋友他是返场大嘉宾，他之前来过，说明这个人很有时间哦。然后再加上这个人离这儿也很近，溜着弯就来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谢谢海涛哥。海涛老师能不能再来啊？涛哥，我会想你的。以后你每期都来吗？有求必应。让我们有请无论何时何地都有求必应的杜海涛。海涛，大家好，我是海涛。你的摊又来了。开始跟导演说，我说导演又来了，特别开心。导演说露丝也来了2次。哎呦，我说挺棒。一共10期的节目，我们俩就录了4期，也算是撑起这个节目的半壁江山了。上次安排的特别好，然后大家就感受也特别好啊，然后也有一个全新的 slogan。是，听到这个呢，我能办的就都办，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有求必应。咱们是这样，吃饭认识厨子。咱们饭店有人儿，拍戏认识导演，咱们剧组有人儿，去留学，咱们国际有人儿。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其实爱帮忙这件事情啊，完全都是继承了这个我妈爱帮忙的这个基因。
前几天那个乌兰图雅老师去参加浪姐了，我妈是送考人，导演就给我妈打电话，我妈二话没说就给答应了，先答应上，然后挂了电话就跟我说，乌兰不是说脱口秀的吗？怎么还去浪姐了呢？我说那是呼兰，呼兰那是草台班子。所以我妈就去了，然后去的时候呢，也看到很多人在说那个为啥找我妈去？大家都听过那个歌吗？套马的汉子，威武雄壮。除了我妈呢，孟晨也去送考了。对，她是去给唐艺昕姐姐去送考了。大家都知道，姐姐们对于自己的这个身材管理是非常严格的。然后孟晨呢也发现，就是我确实好久没跳广场舞了，最近确实又是胖回来点儿。她对于我复胖这件事情非常的着急。对于我来说啊，我听到了至今以来她说我最重的词，我非常惊讶。她说我是脸包头。脸包头就是脸整个把头给包住了。现场有没有这样的？我就不点出来了啊，我就太伤人了。以后咱们就是只能掩面哭泣了，我都没有办法抱头痛哭。所以痛定思痛，我做了首诗。大老师知道我爱写诗啊。脸包头，媳妇儿说我脸包头，脸蛋儿圆嘟像皮球，让我饭后百步走，不然不让牵小手。我上次来的时候有件事就跟大家提了一嘴，咱不是演短剧得了个奖吗？那个奖的全称是影视盛典的聚光闪耀演员奖。这一路走来也不容易，但是之前其实也得过一次奖啊。那个荣誉呢是跟宝强哥一起得的，金扫把奖。在成为有求必应的上门星之前，我也曾是个扫把星。那会儿的作品啊很稳定，出手就是3分。物理。而且凭这个角色呢，我还得到了网友特别可爱的一个称号，叫做“邪恶小面包”。你看帅哥演反派的感觉。弹幕飘过，哎呀，这粉丝吃的太好了。咱们这一演，这反派吃的太好了。还有观众说我演的这个反派非常的霸道，有那种皇子的气质。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一不小心演成黄子韬了。我确实很喜欢帮忙啊，因为我喜欢跟陌生人在一起接触的那个感觉，特别是如果我还可以帮助到大家一些事情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非常有成就感。那既然今天这么多朋友在这儿呢，要不然我有求必应一个。来一个啊！行，来一个，那我就来一个音乐起。休闲娱乐来一个，欢庆节庆来一个，开心世界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我的歌声多远啊！给我上喜之郎！大的有没有人要？哇，好大呀！
我还有事儿啊。好的 ，QQ 谈谈快乐分享，感谢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朋友，喜之郎果冻的投喂。有事您说话，有求必应，谢谢大家。哎呦喂，海涛，哎呀！来了！海涛来之后就开眼，我第一次看见果冻还有脸盆装的，我这么大个儿，太爱海涛了。因为海涛上回那个带我们去吃了咱们长沙当地特别好吃的一个吃的，而且当时还请了2个观众朋友们，哇！对，因为咱们确实有求必应。那天我就问我说晚上有没有没吃饭呢？哎呀妈呀！然后那个说演戏这事儿是吧？演的时候特别游刃有余吗？感觉？我觉得演的时候游刃有余，但播出来的时候确实有点搞笑。没事儿，那只是眼光还不同，要多演。哎，影帝白玉兰舍nhân其谁啊？对不对？哎呦，愿意听点这个。你感觉已经成影帝了之后呢，就是说有什么感觉你很难演的？你想想。爸，说你演不了霸总，怎么没有霸总？多来给他霸一个。是谁？谁说的？你说的。来，就来一个女人，你得玩火，指着一个来了。女人。你才玩火呀！哇！怎么有点？翟佳宁太霸总了。来一个！哪位女人想体验一下这个？这位，您上来。女人，你引起我注意了。放学别走！哎呀，不能死吧！大哥，你这样，你是在玩火。哎，来，谢谢您。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所有的表现呢，还是要仰仗各位的评判，各位手中都有一张这样的卡片。所有演出结束后，根据您自个儿的感受进行打分。在单场评分4星以上，比例达到70%以上的，我们就能解锁优酷平台提供的各种奖励。相反，没有达到70%，又要准备露宿街头。10场演出之后，4星以上达到70%，就能够解锁2026全年的大卖全国巡演。但是我们海涛今天说，不仅带了好吃的，还有一个惊喜嘉宾。惊喜嘉宾，哎呦，真有惊喜嘉宾！你先给大家一个提示，惊喜嘉宾是什么样的？他是泰斗级别的。我泰斗手那个一直颤嘛，身体不太好啊。第一位上场的会不会就是你那位惊喜嘉宾啊？会不会一上来就给我们一个特别厉害的惊喜？哇一个玩意儿！惊喜嘉宾我们再等等，先来看看新人。第一个特别厉害，听说特别炸，整个人特别炸，我自我引爆了。这人是谁呀？那么有请特黑怕特别炸，他就是我们的新人演员，来自黄土高原的福娃爸爸。哟，大家好，我是鲍勃，来自陕北延安塞。来这个节目非常自如，就跟老朋友见面一样。我觉得我没啥问题，我说实话，我就想近距离接触一下你俩。谢谢你，比我想象中瘦好多啊！你平时想我干嘛？哎，没有。我了没？哎，我，还记得不？在西安见过。啊，对，见过。跟不姐，我们一起吃饭。对，我上 PD。感觉你已经来这个节目8期了。来这个节目，我就不怕露宿街头，因为对我来说，就回归街头，让街头上的兄弟们看看我的街头情况。有请新人演员爸爸。你夜长沙为什么？哎，大家好，
我叫抱抱，来自陕北延安安塞县。从高速公路口一下来以后，先过一个转盘，然后再往南走200米，右手边那个小区就是我们家。大家应该能从我的自我介绍里边感受得到，是一个陕北人，一个陕北的 rapper。但说实话，各位 ，rapper 说唱歌手不是我的职业第一选择。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去参加过电视台主持人的面试和比赛，我印象很深啊。那天我准备的稿件是沁园春雪。那个导师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说：“小子，你当不了主持人，因为你的普通话不标准。”我说：“老师，你的普通话也不标准。”他说他是摄像。我们陕北人确实有点前后鼻音不分，但是前后鼻音不分其实做主持人来说是劣势，但是对当 rapper 来说是优势。因为前后鼻音不分的话，更容易押韵。我有更多韵脚，我可以押车锣鼓鼓、风起云涌、公共火车、周杰伦的双截棍。rapper 有单押、双押，我们可以后押。我拿前鼻音压后鼻音。哎，我觉得我做说唱真的是有点天赋。那天我就决定了，我不当主持人，我去当一个 rapper， 我就去买潮牌。潮牌的店里啊，确实跟平时买的那个衣服不太一样，他不会跟你说喜欢的话就试一试。那天我去买衣服，那家店的主理人是一个黑人兄弟，他看我一进来跟我说 Yeah, what's up, man？ 我说哇，他叫我 man， 他很尊重我。我平时在学校，我那帮朋友都叫我小胖子，他叫我 man。我要把我的预算在他们店里花完。他们家店正中间 C 位摆了一双联名的球鞋，那会儿已经炒到了10几万。我看着那双鞋，眼里泛着光，他告诉我对。我穿着那双鞋走了2步，感觉真不错，我都不想往下来拖。他跟我说：“兄弟，你要真心想要，320你拿走。”我爱说唱，换上了那双联名的球鞋和一身 oversize 的衣服，我站在镜子面前都开始不由自主的开始摆弄自己的身体。哥趴在我耳朵旁边跟我说 ：“Young my man, listen，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个 rapper 了。”各位，我就是那天当的 rapper。他是我的说唱导师。他给我教了太多说唱的技巧了，我学了好多，比如 rapper 说话的状态确实不能太普通。你比如说，我夸他就不能简简单单的夸，我要把夸他那个单词利用自己的肢体语言跟面部表情拼写出来，表达我的情绪，顶到了一定的高度。你比如说，我要夸你 ，Hey girl, you so real girl, you know you so real girl, you are real。耶！你是不是感觉他真的还挺 real 的？我没法来这个，我不可能在长沙的街头跟我的好 homie 走着走着，我开始夸我好 homie， 我说：“Hey man， 哎兄弟，你好真实啊！哎兄弟，你也太真实了，兄弟。”哎，兄弟，你简直是横竖竖横竖横横横撇儿点儿宝盖头点儿点儿横撇儿点儿，真实。他教了我太多了，他不光要教我怎么说话，他还教我一定要多听听那些来自西海岸的音乐。我们在一块就这么着玩了半年，半年以后。祛魅了，祛魅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他在国内读书，读了半年就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去。我们2个打视频聊天，我们2个在聊天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家的背景了，茅草屋，一帮人光着脚在院子里边敲手鼓。我说兄弟，咱一块玩了半年多，听了半年多西海岸的说唱，你回国了跟我说你是非洲兄弟啊？而且你在给我看什么？打鼓，我们陕北人最擅长打鼓了。
我从那一天开始就知道，我不能当一个表面 rapper， 我得当一个真正有作品的 rapper。我就开始写歌，我就写了我人生中第一首说唱音乐，是我们陕北的方言说唱，叫 Mr. 霸道。那首歌很简单，副歌只有一句，叫兄弟开的是霸道，把油给我加满。有的人可能不知道霸道是什么东西啊，因为很多 rapper 第一首歌都要写自己的 dream car。哎，我就写了这台车。是有人表示很疑惑，他说：“你作为一个 rapper， 你怎么不写跑车啊？我们那儿黄土高原，跑车底盘多低啊！我得写大的 SUV， 而且我能从你们刚才有些观众的表情里边看得出来啊，你们甚至都不想藏一下，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的歌有点土？你们有没有听过另外一首歌？是这么唱的：他开着邻居家的 Toyota， 追着日落，跟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这个是洋的，是吧 ？Toyota 就是霸道，全是偏见。当那歌发出来以后啊，确实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各位，你们得恭喜我吃上说唱的蛋糕了。哎，发完歌不到3个月啊，上音乐节了。2万人。那天晚上压轴的 rapper 叫盖，各位能明白那个含金量吗？盖9点半上台，我1点半。那场音乐节的阵容，如果算吃席的话，我都不算凉菜，我算瓜子花生。但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这是人生中第一次上音乐节，而且我那天在音乐节上讲脱口秀了。哎，家人们，我应该算是中文脱口秀史上第一个站在音乐节主舞台上讲脱口秀的脱口秀演员了吧？对。我必须摸着良心跟大家说啊，第一，我热爱脱口秀，只要有我出场的地方，我一定会表演我的段子。第二，因为我那天有半个小时的表演时间，但我只有1首歌。我那天霸道唱了3遍，我还有20分钟。确实有点吃力，在那个地方明显感觉脱口秀演员是没有 rapper 专业了。前一天我们试音的时候 ，rapper 带着自己的团队 DJ、producer， 还有各种 MC， 然后试音可臭屁了，拿着麦克风，专业啊。麦克风 check 1 2， 老师低频高一点，高频低一点。我哪会这个？我们脱口秀演员，我们试音只有一种方法，拿着麦克风，喂。而且你看，所有的演员，你们今天看，所有人上来介绍自己，永远只有一套方式。我叫什么什么，来自哪。rapper 不会 ，rapper 从来不会直呼自己城市的名字。你比如说，长沙就不叫长沙，叫 CSC， 长沙 City， 多帅。成都也不叫成都，叫 CDC， 多帅！我来自陕北，我都没法说。而且那个互动啊，沉浸式互动，脱口秀你们应该见过不少吧？我们也希望跟观众产生连接，我们唯一能互动的方式，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你们2个什么关系呀 ？rapper 话都不说，跑在左边，他只需要开一瓶矿泉水，问你们有 ready， ，say 1， say 2， say 1 2， 是全撒你们脸上。脱口秀敢撒吗？我撒不了一点，你们化全妆来的。我那天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比较专业，我报了个街舞班。我学的那个舞蹈叫 say work， 就是一个 rapper 自我介绍的一种方式，不用说话。只需要跳舞，用自己的脚步在地上拼一个单词，告诉别人我来自哪儿。如果你来自西海岸，你就在上面拼你来自 West Side； 如果你来自东海岸，你就拼你来自 East Side。我那天一上台，我说哟，大家好，叫抱抱，来自。安塞。那天演出真的好开心啊，段子也讲了，互动也有了，舞我也跳了。我期待我收获到一些跟脱口秀小剧场演完以后一样的 report。我期待看到的那天音乐节的 report 是本来是冲着压轴的盖来的，
没想到呀，被第一个开场的抱抱给圈粉了。我特别想看到这样的 report， 晚上回去我各种搜啊，全平台的在搜音乐节、抱抱演出、说唱、脱口秀，无人在意。我那么卖力的互动，那么卖力的段子，那么卖力的唱歌，无人在意。所有人都在问，说为什么这个叫抱抱的 rapper 的苹果肌这么亮？我说真的，我害怕这个节目播出去，真的有人问我无关我的段子。就在弹幕那儿问为什么他的苹果肌这么亮，我会到时候会给他回复。我说感谢你收听我讲述来自陕北的故事，叫我 AKA 红富士。OK， 谢谢大家，我今天的表演就到此结束。由 everybody， 谢谢各位收听我来自陕北的故事，叫我 AKA 红富士。耶！哎呦，这里是 AKA MC 杜鹃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我是白云下面杜海涛，最爱吃拔丝香蕉，拌的棒棒棒棒棒。杜海涛有没有你别人特别厉害的说这段的时候，别人从你面前走开的呀？我是杜海涛，别人走了。这里是 AKA MC 杜鹃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我是白云下面杜海涛。追着说，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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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白了，爸爸，感谢我们的爸爸，感谢我们杜鹃花杜海涛，来吧 ，rapper 见 rapper 聊聊。我挺喜欢他整个人的这个感觉的，特别喜欢，对，因为我也很喜欢说唱。我就觉得他整个这个范儿表达每一个层次的时候都很有自己的感觉。对呀，你看这两块苹果肌，一块比一块亮。有些看不清，我感觉你像两个大灯照着我，是吧？还是远光灯是吧？你给打双闪。我一直有个疑问，当时你演出演得特别棒，一切都非常棒，你那墨镜是怎么不掉下来的呀？你那个墨镜怎么能变成？你也没什么东西卡住。哥，因为我头大。你说谁脸包头？你说谁脸包头？谁的脸像皮球？你这样是在玩火。哎，宝宝本身是怎么着？先脱口秀还是先 rap 的呀？其实先是 rapper， 然后我有好多兄弟们，我们一会儿会演出，然后我呢又因为没歌，他们演的时候我就 talking， 然后观众说，哎，这哥们儿说的比唱的好，我说，哎，可以试试。等于你中间串场的时候，就是都特别搞笑，大家特别喜欢你。对。然后后来你发现这事儿挺好玩的，是吧？对。哎，那你这口音后来就是没有说矫正什么的？我喜欢我的口音。我骄傲。我们也喜欢你的口音。之前我认识那个山东那种 rapper， 然后还请那 producer， 然后给他 producer 1个多月，就为练他那口音。后来 producer 口音特别重。哎，可是抱抱看上去就是 rapper 就得特别很凶狠一样，你看上去特别像那个年画娃娃。给他条鱼，他要抱着。咸鱼。鲍鱼娃娃。有没有人说过就是要凶狠一点，就是说那种上去得是那种？哥，我真的很难凶，你就想想我怎么 diss 你们，我那个 diss 我都说不出口。来呗，哎，你也是 rap， 你也可以说唱，要不你先递他一下，你递他一下，他给你回递。我弄一个啊，哎，来递一个啊，来，他可凶狠了，长沙最狠的杜鹃花啊，邪恶小绢花，来一个，我来一个。我很喜欢抱抱，嘿，整个人蹦蹦跳跳。你就在这说笑笑。因为搞说唱你搞不过，一给我里调调。Come on, come on, boy. Come on, boy. 调调，哇塞，这一段乾隆听的都说好过时啊，哇！哎呀，这词儿我也憋半天，多少年了？哎，怎么样？他说你调调，
哎，涛哥从英国留学回来，感觉多了一股英伦的惆怅。有。哎，我看你抖音最近发的最火的一条，蹭的是妈妈的流量。哎呀！好感人，棒！他说的对，哎呀，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木兰涂鸦老师。好典型的 rapper 在 battle 当中被击溃以后胡言乱语的这种状态。哎，涛哥，我刚开玩笑。我这次来录综艺只有2个目的：第一，把通告费拿回去给我媳妇儿买包；第二，我妈说了，让我好好来学人家杜海涛。太好，当主任了。我觉得演了半天了哈，我们特别想听的当然就是那首《霸道》。能不能我们来2句啊？让我们现场一块跟着你造一段啊！你们确实不了解我，我但凡有才艺啊，我会主动展示的。让我们给他这种音乐节的欢呼啊！下面有请到的这一位是中文最夯的 rapper 爸爸。家人们，我这歌特别简单，副歌就1句，你们一定是会唱的，好不好？准备 ，My bro，Let's go。兄弟开着车霸道，还有给我加满，出门去抢大道，你的跑车叫滑板。兄弟开着车霸道，还有给我加满，出门去抢大道，你的跑车叫滑板。兄弟开着车霸道，兄弟开着车霸道。好了，老师，剩下2分钟都是这一句。我觉得歌真的唱得很帅，但是不如脱口秀。希望您这个一直能霸道下去啊！不管在哪个赛道，都能够赛出自个儿的特别棒的未来。谢谢大家，拜拜，再见，拜拜。拍特别好，整个舞台上整个表现都非常的自如，甚至超水平发挥，替他开心啊！抱抱也太霸道了，因为他不光是只是说热闹，他的段子也好，他的表演状态也好，都是有效的呈现，所以他好到就是令人生气。我预测以后脱口秀界这个说唱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呼兰是谁？呼兰是先开辟这片赛道的哈。好嘞，行。那么下一位呢，是一位这一位大家听完之后一定会鸦雀无声。炸了，没法接呀，哥哥。刚刚特别好，你只管演你的，兄弟给你开得很好，你放心。抱抱很炸呀，他炸的我在后台登我都有点心慌了。哎，他真的很讨喜哎，他人又活泼啊。这太难接了。炸翻了，他的舞台表现力还有情绪感染力太强了，接不住。观众已经被那个场子轰得很燥了，然后你再去平平静静给他们讲段子，其实就已经是，填不满他们的期待了。那么下面这一位是来自山东的高铁工程师楚哥。大家好，我是楚哥。大家从我的穿着能看出来，我不是一个 rapper 啊。哎呀，我真的这怎么接啊？在音乐后面，大家先鼓掌吧。其实我是一个山东人，因为高考离开了农村老家。我高考考的还可以啊，我高考考了643分啊。我不是故意在 rapper 后面讲这个的。确实高考643分啊，我们村历史最高分。直接从那以后，我们村的家长再教育孩子，只要我在面前，都会问一句：“你当年考多少分来着？”去年春节回老家，在村口约一个老同学，他开了辆某迪 A8，4个圈的。我也开辆某迪，2个轮的。这路过一大爷很好奇，问他说：“你那个车多少钱？”他说：“60来万。”大爷看向我。你当年考多少分来着？
主要是我们村的有些人还以为我混得很好，经常找我办事儿，就他开车违章了都找我，我真的很无奈啊。我600多分也不够扣了呀。高考很顺利，但我中考就没那么顺利，因为我中考考试前一天晚上我太紧张了，我一整晚没有睡着觉，就第2天考试的时候反而不紧张了，就睡着了。这后来我是被监考老师叫醒的，我一睁眼他就站在我面前，你再说梦话就算你作弊。这考完试之后，我的人生都完了，你知道吗？我特别难过。然后我一好哥们儿，他觉得考得不好，那天晚上我们2个就肩搂着肩走在操场上，互相安慰。但后来成绩出来之后，我特别生气，我感觉我被欺骗了，因为我那哥们儿考了全级第2。真的回想他那晚的嘴脸，那亏我那么信任他，他也特别生气，因为我考了第1。这我也很疑惑，我都怀疑是没人趁我睡着做我卷子了呀。然后我们班其他同学呢，都觉得我们2个虚伪，会遭报应的啊。我那哥们儿报应就是他高中的时候成绩直线下滑，最后只能上个专科。而我的报应就是，他去年买辆奥迪 A8。我能考上大学，我主要得益于我妈啊，因为我妈从小对我管理非常严格。我每天晚上8点就得睡觉，晚上不许看电视。但每天晚上我睡觉之后呢，我爸妈却在堂屋看电视，而我的床就在堂屋。不过他们怕影响我，他们会故意把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小，小到他们正好能听清。我也正好能听清。真，你们知道那种什么感觉吗？就像电视里的角色，趴在你耳边说悄悄话。将士们，冲啊！最近再不最难受的，最难受是什么？最难受的是电视上播喜剧片的时候，就你想笑，却要硬憋着。就有时候憋到我的被窝里，我浑身哆嗦，你知道吗？但我妈还以为我冷，使劲给我加被子。在她加被子的时候，可能会意识到了那个灯光会影响我，然后又把我的头捂住了。这后来我都分不清我到底是睡着了还是被憋晕了。当有时候你忍不住也会笑出声嘛，但怕被发现嘛，我就假装说梦话。这个题简单，哈哈。但梦话说多了，我爸妈还挺担心的。我妈说这孩子老是说梦话，要不要看医生啊？我当时特别想跟我妈说，妈，不用看医生，看电视就行。主要是我爸妈他们也要憋笑，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一家3口一块哆嗦，就显得我家特别冷。要不然怎么说我们家是寒门呢？后来也确实通过高考走出了农村嘛，去了大城市啊，青岛。但是我一直都不觉得自己是个城里人，就很敏感，就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就我在意别人看法到什么程度啊？就去理发，去之前我要先洗头，我怕人家嫌弃我。去洗车，去之前我要先自己洗一遍，我怕被人看出来半年不洗了。真的在高铁站打车也是，我距离太近我不敢打车，我怕那个师傅阴阳我。这点路不够跑一趟的。但有一次我出差回到青岛，凌晨2点嘛，我只能打车。但我家离高铁站只有3公里，我一上车，那个师傅就嘟嘟囔囔的，我等半小时了，拉这么玩意儿，他都不背着我。我的忍耐力有限度的呀。我说师傅，你别说了，你绕路吧。我能报销。我们师傅都亢奋了。那天晚上我到家的时候，天都亮了，师傅还拉着我接了2单。这中间甚至有一次路过我家门口，但是我俩都没吱声。但后来结账的时候，我俩都懵了。我师傅太亢奋了，我太紧张了，我俩都没注意，那个订单是1口价订单。就师傅拉了我一晚上，
挣20。不过现在确实也好很多了，因为现在这么多年了，我现在已经想通了。其实我想没有必要这么敏感的。别人因为我是农村的身份还瞧不起我，那不是我的问题，是对方的格局和希望有问题。对，我应该瞧不起他，但我不能瞧不起他，因为这样显得我格局和希望有问题。我现在反而觉得我很喜欢农村人这个身份，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就是说每次放假，我哪怕在青岛待着，我满脑子也都是工作。我只有回农村老家，然后走在那个田间地头里，我才能感觉到真正的轻松。而且农村人也很朴实，他们不会给你造成真的压力，他们不会给你聊房贷、聊车贷、聊加班，他们只会很真诚的问你，你当年考多少分来着？期待我水哥。来吧，来海涛，跟聊聊，看看怎么样？这是第一次看吗，楚哥？我第一次看，第一次看。能共情吗？600多分这种感觉？不行，不行。我也不行。我使劲共情了一下，不行。我能共到580左右吧？对，600再往上共不了。对，无法代入。哎，楚哥，你说你小时候怎么听电视？对，因为我爸妈不让我看电视。那后来怎么着了？就是后来那个疯狂的弥补了吗？要看电视？我弥补的特别厉害。我大学的时候疯狂看电视。我大学期间，我觉得4年我得看了有200-300部电视剧。哇塞！1月份要考研，我12月份看了有4-5部电视剧。哇塞！完全放纵了，就是把以前小时候的遗憾全都补回来。我上一次听人这么说，玩命看电视的还是黑灯呢，就是说他看太多，再不看不了。对。还有那种小时候补偿的事儿有吗？就是说像他刚才说那个，哎呦，这个太有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那会儿看一本杂志叫 Size， 什么 Size 对吧？SIZE 对吗 ？Size， 我是留学生，差点让你验牌验出我的身份。你没有拼写，你说 S 啊，对，S one two， 哎呀，行了 ，S。然后那会儿我记得就是翻到那本杂志都被包浆了，就是翻到后面的时候，有一张照片是那个潘玮柏啊，然后他一个侧面，然后穿着一双 Air Force One， 哇，我那个时候觉得太帅了这双鞋，我记得那个时候买就是类似于是520还是560，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妈太贵了，然后最后我就买了双300多的。300多也是假的，一半真一半假，这个鞋一只真一只假。我是按真的买的，但后来我感觉我真心买假货。我后来觉得有点问题，然后后来我就是像我这么多年录节目，就是发了通告费之后就会先买一双鞋子，就是我喜欢鞋子。人家种草，你种鞋了，是不是啊？就是这意思。太大了。对，我小时候特别想吃，你知道去冰激凌店，只能买1个球。我就觉得我以后长大之后一定要弄一大堆球。然后我之前有一回，那个我们乐队刚开始挣钱，后来去南方演出的时候，然后人家问我要什么口味，然后我说你这儿有什么口味？因为我都想要。他说有芥末，我说芥末味儿，然后说芥末多口味你自己挑啦。然后当时我那1个球上顶了一大堆，然后舔，哇，当时好过瘾呐。其实小时候有梦想，长大实现了，怎么着都是一件好事儿，是吧？谢谢楚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今天演出是不是很放松的，因为我确实有觉得你在它不同的场域下、不同的风格下，你很难再扎回去，导致你心里的会产生一点点的落差，导致你的紧张感。哎呀，反正我就觉得演的不是很好。楚哥其实他作为一个山东传统男性啊，给自己的枷锁太重了，其实他讲的挺好。每到深夜，我就会想起曾经脱口秀的黄金年代。那时候的喜剧没有套路，无比的纯，但现在再也找不到100%纯粹的东西。面呐，你把这当开放麦了，我都饿得快晕了。而且谁说没有100%纯粹的东西啊？做面跟脱口秀一样，得敢把好东西拿出来。哎，实货，段子可以垮，但油必须纯。
啊，好香啊！长康100%纯芝麻油，坚持纯物理压榨，纯好味道。咸鱼便宜，咸鱼集市更便宜。本节目由咸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税。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喜之郎果冻多点关心多点爱指定产品赞助播出。哎，来了吧，惊喜嘉宾快来了，对不对？要来了吗？我感觉还在路上，我觉得还得再憋憋。好，那咱们就看看这一位他是谁。哦，这一位非常可爱了，这一位长得特别像草莓熊，有请我们的严一鸣。其实我刚开始上台之前，我在台下是很忐忑的那种，因为那个场子被鲍勃老师炸完之后，我怕观众就是已经全都喜欢他那种风格了，怕适应不了后面大家那种纯讲述型的了。然后感谢楚歌老师吧，他通过自己的讲述，让大家重新进入到了听我们这种纯讲述段子的状态。尽了，尽力，有请我们的严一鸣。草莓熊来喽！大家好，我叫严一鸣。谢谢。跟大家聊聊。哎，我最近发现我呀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不会修车。可能你们觉得很正常，对吧？关键我是干这个的。我上学学的这个，我在大专学的修车，然后我和其他大专生不一样，我是从中专升的大专，挺难，专升专。643分，这辈子没法体验。中专上大专人少，一共就那10多个人，因为人少，学校想让这些人都当班干部，就是想让我们互相管。然后开学第一天当天是真的我有事儿没去，然后第二天再回学校，问题就出现了。我全班一共15个人，选出来14个班干部。我14个班干部转圈管我一个。我赶紧找着班长，我问他，我说哥们儿，那我管啥呀？他说你得管我，叫班长。我又赶紧找着老师，你知道吗？我说老师还有啥职位没？后来被班长带着那13个同学投票否决了。不是学校里没有那么多职位，为了给他们封职位，都离谱到啥程度了？学的修车嘛，都封出来底盘委员了。太离谱了，你知道吗？确实学的修车，但我说实话，真的，我对修车我不太感兴趣。不是说这行不好，我不感兴趣。选专业的时候，我爸和我说，他说儿子，你现在年龄也大了，你做什么选择我都不干预你。数控机床和修车，这2个，你随便选。我说那数控机床吧，他说数控机床很累，黑天白天加班。我说那修车，他说哎，这个是你自己选的啊。我就知道你得选这个，我当时我就觉得好像有点被骗了。我说那我选数控机床吧，还是这个4个字儿一听就厉害。他说字儿多没用，数控机床在修车面前他就是个弟弟。我当时听完我说那我就选这个，这个一听就有前途，4字弟弟。没有办法，最后没犟过我爸，还是选的修车。然后上那个学校，我真不感兴趣，你知道吗？我也不听课。然后老师看我不听课，他呢就是经常讲一些跟课堂无关的话，把大家注意力勾过来，然后讲专业知识。他说我前一阵车撞了，差点跟对面干起来。他说完之后，我们所有人全抬头了。就这招对中专生太管用了。就你但凡了解我们，你就知道。我们最大的爱好就是帮人平事儿。然后他说：“哎呀，没事儿也没啥大毛病，就是我这个车呀，发动机呀，点火系统有点撞坏了。哎，对了，同学们，发动机点火系统故障是因为火花针间隙不正，高压线电阻过大。
我当时就感觉我有点上当受骗了。哎，这啥感觉呢？就好像大张伟在台上给大家唱歌，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的滴滴的，然后给你讲喇叭的工作原理。莫名其妙的，你知道吗？然后他问我们，他说：“你们为啥不听课呀？你们男生不是天生就应该对车感兴趣吗？”我想知道为啥呀？为啥男生天生就要对车感兴趣？那我想知道车没发明出来之前，男的每天搁家都干啥呀？不是，难道那个时候男的每天搁家待着就是哎呀，这一天活着可真没意思啊！而且你说男生他就是对车感兴趣，他也是对开车感兴趣啊，谁会对修车感兴趣啊？真的，你想一下，男生他要对修车感兴趣的，他进 4S 店买车，跟人家说的就得是，你好，给我来一辆轮胎爆炸，轮毂缺失，底盘断裂，一开起来嘎吱嘎吱响的把手泡水声，我回家修。那不可能，你知道吗？然后当时那个老师吧，他是教汽车改装的，他说那个我有个学生学完这个之后啊，在国外干这个特别受人尊敬，一个月能挣好几十万美金。我当时听完我说这也太能吹了，一月好几十万美金。这老师刚才是教汽车改装的，这会儿不教汽车了，改装了。而且就是我合计，怎么能你干改装车能改成好几十万美金？你给车改成变形金刚了。而且我觉得真的，你真正修车，我觉得受人尊敬的地方，它不应该是国外，它应该是变形金刚的故乡赛博坦星球。哎，你想一下，一个修车的在那儿指定受人尊敬。你想一下，我在赛博坦星球大街上溜达，擎天柱看见我了，说：“呀，一鸣老师。”哎，你给我看看我这两天肩膀头子疼，咋回事啊？我说那咋整啊？你喝点95的？不是，你柴油就别喝了吧，那玩意儿烧心。而且真的，只有修车的在赛博坦星球受人尊敬，卖车的都不行，人贩子。而且你知道学修车最烦的是啥吗？学修车最烦的就是过年过节你家亲戚来你家串门的时候，他真让你帮他修啊。当时那个亲戚来我家串门，你知道吗？他得知我学修车，他跟我说，他说：“哎，正好我车有点毛病，你给我看看呗。”等他说完让我搁这看看的时候，我就知道完了，今天我跟这车全废了。真不会，他说你就给我看看吧，我这好不容易来一回，我没有办法，我只能下楼给他看看。我说你这车啥毛病啊？他说故障灯上都有显示。我说实话啊，故障灯我看不懂，我就只能摸索着给他修。但是最后真给他修好了，真给他修好了，我给他故障灯摘了。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这个提出问题的灯。其实是开玩笑，我不可能真的给人家故障灯摘了嘛，那太蠢了，不可能。然后我当时其实还挺绝望的，我爸就在旁边，我觉得他还挺丢面子的，真的，我也挺难受的。我跟他说，我说你这车啥毛病啊？他说我这车没啥大毛病，就是发动机点火有点费劲。我说哎，发动机点火系统故障是因为火花针间隙不正。谢谢大家，我是一鸣。好玩，我太喜欢这段了。怎么能讲出这么多好玩的事儿呢？我前面讲这些段子，就是为了最后引出这段话，让你们体验体验我当时上学的感觉。就是听我脱口秀，你不白听，起码你学会了一个修车的知识吧。你看，我就不是，你看啊，不是，
这只能证明一件事儿，你知道吗？谁对修车感兴趣？哇塞，问观众鸦雀无声，尬住。我刚想说，我学那干啥呀？也是个手艺，也是。海涛感觉怎么样？他真的，他就整个底盘感觉特稳。哎，他这个，谢谢。而且说起来慢悠悠的，但感觉整个人都那个内容贼有劲儿，人也贼有劲儿。对，哎，本身修车怎么样？就是真不会，还是谦虚？为了段子这谦虚呢？其实上学的时候还会一点，然后我一直没从事这个行业，现在基本就是你要我干这个，基本就得从头来了。其实修车这事儿是能用的。哎，我觉得修车对我来说很有用，因为我不学修车，我没有今天这段子。有用。不是，如果这期播了，喜欢的人多，也算靠修车吃上饭了。那当然了，可以，绝对要这么想。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跟我常说一句话，就是别老接下茬儿。现在我就靠接下茬挣钱，对吧？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呀，它就是个圆，好吗？哎，一鸣，假如我想买台二手车，我能找你陪我一起去吗？陪你一起去？帮我辨别一下这个车有没有那个二手车贩子有没有骗我的地方吗？哎，这个能吗？可以，但是我可以教你一个选购二手车的技巧。哎呦，就是少找熟人。还好我跟你不熟，那我就找你了。真的少找熟人选购二手车这个东西。然后来，你说的是过节的时候让你突然开始修车？对，就是类似于过年，就是那种表演才艺对，一样。表演才艺啊，表演一个修车，这个太可怕了。但是父母会这样，就你学什么专业，他就以为你学成了。我以前大一的时候，就第一个学期我学法律嘛，刚回家，我爸就让我给别人解决法律纠纷。我只能用我仅有的知识跟他们讲啊，首先你要分清楚这个法律关系。他们说，然后呢？我说那就等我下学期民法分论学完了。找早了。对，他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他对自己会有误判，对自己有误判。对，我之前不是我去上学嘛，我真的就觉得我学2月，我现在已经老厉害了。我给自己办了个毕业典礼，给自个儿办，没有人参加，对吗？当时能有300-400人，快400-500人，然后整个就那么多的人，但是我忘了，其实我才刚开始学。整个一个本子大概4页纸，比如说你朗读的话，可能7分钟就读完了，全英文。我45分钟还没有弄完呢。是一边读一边查字典，是不是？就是一边说一边磕磕巴巴的，然后一直在那呼麦，然后hello， real， 这种念单词在这儿，有人念字 A B C， 最后把那个整个的稿子都打到那个屏幕上了，就最后变成线下的，就所有人一起朗读。哎，那你应该大概已经记住一些了，对不对？给我们现场朗读一下，好不好？哎呀，别，听不听？哎呀，别，前3句 ，Hello，Nice to meet you， 拜拜，就出下去。I'm do high talk。不是，他叫做哇，你叫做 Hi， 他英文叫 Hello everybody, I'm Hi, I'm TV show host. Nice to meet you, everybody。老英国腔，然后呢？拜拜。See you。哎，这我真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爱好，不管是任何的事情。就像我小的时候，我就写字，然后也会画一些东西，然后慢慢你会发现这些东西真的就是都会长在你的身上，因为这个就是我自己画的。对，然后这个底下，你看这个谁 Q 你这段了？有病吧？自个儿莫名其妙说你一定要喜欢这个，你看看这就是我自己画的一个 T 恤衫，多少钱呀？我问问。你要是这样，就是这一段，这个多少钱？这个叶子这边是木啊，然后这边是土，然后是石嘛？不是？然后这不是，这是一个土，然后这就是一个度。哦，这还真是个度，这是个木，这是个土。哎呦喂！各位喜欢的话，屏幕下方的链接记得。哇，我就知道是这一段。谁 Q 你了？自个儿来这么一段啊？可以。那么我们谢谢您，谢谢严一鸣。该来了吧？